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4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。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。涂丽老师，欢迎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，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，了解一下今天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以前觉得他是因为爱我才对我好，可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是对谁都好，跟他的朋友比起来，我根本不算什么。不是都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吗？我多交一些朋友有什么不好的？他根本就不会拒绝别人，对我的承诺却总是出尔反尔。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了。他当然是最重要的，为什么总是觉得我不够爱他呢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平衡好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易21岁，来自河南学生；小童22岁，来自河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怎么对别人好法对你不好呢？之前刚在一起，对我也挺好的。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要异地恋嘛，我就要去上学了。然后他偷偷给自己也订了一张火车票，在火车上就突然过来拍了拍我，哎，我一看是他，结果他就是把我送回学校，然后自己又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回来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也是，就偷偷给我订个蛋糕，然后让我到学校门口去取。然后我发现是他给我的惊喜，我这都觉得挺好的。然后每天视频聊天什么的也都挺甜蜜的。但就是去年有一次，我们俩都已经说好了，我陪他去看电影。都去看电影的路上了，票都订好了。结果他接了一个电话，人就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。当时我接这个电话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骑的是电动车，然后他车胎爆了。然后给我打个电话说我在哪儿车撂路上了，你赶紧过来。我当时就想，我说人家电话都打过来了，我能不去吗？然后我就去了呗。当时那他就也不跟我说，他自己就跑了，把我一个人。没跟他说一声说。对，我当时是想说来着呢，但是他那边是情况太紧急了，我还担心是啥？就是他那个内胎一坏了之后，维修起来会特别麻烦，也特别昂贵。然后我没来得及解释，我就去了，是想解释来着。当时行，不就这一点吗？不能说明那些问题。那他这也太好使唤了吧？那他是不是以后有个朋友在外地，给他打个电话说他们家地需要擦，他也就订个机票，坐着飞机都给人家擦地帮忙去了？不，你不能这么假设嘛。后来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吗？后来有一次，他都承诺过我，以后不会再这种就不跟我说一声自己跑了。结果呢，前一段提前1个星期，他都跟我父母说好要去我家吃饭了。结果到我家楼下，他又是接一个电话就跑，把我一个人面对着一家子人，一桌子菜，还要给他找理由圆谎，他为什么走了？这个当时是有一个学长，然后和2个同学，然后他们3缺1，然后给我打了电话，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同学要去外地了，然后就是这1年都见不到了，然后给我打个电话说就是再来一次呗。然后干啥呀？上网打游戏。哎。那他这也太不分主次，他都不知道哪件事情是重要的事情，哪件事情该去放在第1位了。那你怎么跟你们家人说的呢？我最后跟我的家人说他临时有事儿，同学把他叫走了。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？这个事儿真的是当时，人家3个轮流了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然后那总不能让人家3个给那儿一直等吧？那你就跟他们说，你说我今天正好到女朋友家。然后，但是他这边没法改了，我想着这边不是能改吗？然后就去了。你看他就是那种没有那种金刚钻漂亮的瓷器活。之前国庆假期的时候，他一个学长，然后要找他拍一个假期作业的短片，让他当男主角。
学长就说了一句找不来女主角，他又给那学长打保票说他能找来，结果他又没有经过，也没有跟我商量，问我愿不愿意去，然后就给那学长说了让我去当那个女主角。那既能过一把戏瘾，还能把人家忙帮了，多好呀！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可是他也没有问我想不想去，愿不愿意去。后来你去了吗？后来我没有去，他生我气了啊，然后他又请他同学吃了个饭，找他同学去帮忙，才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那当时那答应人家了，那总不能因为他不去，然后我给人家说我那没办法，不是你也没有到。你真行，等于自己贴钱给人帮忙呗。他不仅这，他还啥？他本来就会点那 P 图的，还有那种剪视频那种技术，就3脚猫功夫。结果他朋友只要是夸他一句，说他 P 图好，然后剪视频剪的也好，他就帮人家的忙，也不管是不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，他就帮忙。那这个主要就是学弟还有学妹还有自己同班同学，然后他们要找到我了，那再说我有多大能力，我干多大活，那我确实是会啊。干了吗？干了呀。干了，他干了，他自己干不到的是他花钱请别人再来帮忙。那次是意外，那次是真的是没办法，那太难了，搞不定。然后我想着那你就跟人说搞不定嘛。真的，当然你不是说有多大能力干多大活吗？但是当时是已经答应人家了呀，而且这个事儿就是也毕竟是同学嘛。他把人家当朋友，我觉得人家都不怎么把他当朋友。他上个月他一个朋友非要找他借5000块钱，当然那5000块钱是他省吃俭用，不舍得吃不舍得花。平时打工赚钱攒下来的钱，说好了，他想换一台电脑，准备买电脑了。结果他朋友一找他借钱，他也不问问人家事情原因，就直接把钱借给人家了。这个朋友在外地呢，然后他没钱呢，我刚好不是有嘛，我想着是借给他，他肯定会还给我，对吧？然后他也很急，那我就借给他了。最可气的就是前几天那个人又来找他借钱了，上次的钱都没还，这次又来借，这次借3000，其中里面2000块钱还是我的钱，我放在他那让他给我报美术班的钱，他就借给人家了，又不和我商量。这是为啥？这个是因为他去外地打工，说还我钱，然后他中间他说他资金又周转不开了，他说就是拿你3000块钱周转一下，然后谁知道就给周转了，没周转回来。然后我就想着说，自己周六周天出去兼个职打个工啥，2000块钱能补回来，但是2000块钱最后补回来了，但是他报的那个美术班的时间，考研班的时间也过了，然后为了这事儿我真的是给他一直道歉到现在了。他道歉有用吗？那我的那个班儿已经耽误了，那个班儿本来就是我要考的那个研究生一个集训班，这件事情已经耽误了，他道歉能补救回来吗？而且平时他对我就感觉都是我在为他付出，他平时就是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还有喜欢的衣服什么他自己都不舍得买，然后我过2天我就偷偷买回来送给他。然后呢，平时我们俩异地恋，我们俩见面都是我跑回来找他，他根本都没有去看过我。然后他的同学聚会，他要我陪他去，然后我就陪着他去。可是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是人找不到，也不陪我去。我就感觉在他心里，承诺过我的事情也做不到，我也没有那么重要，根本连他朋友1/10都在他心里都没有。这个你解释一下吧。这个主要就是朋友嘛，要是没有朋友给我打电话，那我平时不是也都是挺好的。那主要是朋友需要帮助，那打电话给我了。其实女生的重点是说她被你忽视了。其实是没有忽视，我喜欢他呀，我要不喜欢他。对啊，但是你喜欢他，你没去看他，是他来看你啊。这个是准备去，一直没机会去，就去了那一次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他一直有机会呢？那因为我是平时周六周天事儿比较多。你啥事儿啊？就是跑出去啥事儿都干，就是兼职，然后去这儿忙忙，去那儿忙忙。就除了反正不想他，你什么事儿都愿意干，对吧？不是，你有没有想过女生就是这么想的？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是。你做个解释嘛？可能就是为什么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能送她去学校，对吧？也就送了那么一次。生活中，可能就是没太注意吧。哎，你怎么敢把他的钱，就是拿去报班的钱，就借给人了呢？因为我想着是能补回来的，但是补回来了，时间过了，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后悔啊。你说你跟朋友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啊？好呀，这个我相信。
啊，至少朋友一叫你就出现，对吧？对。朋友有忙你都愿意帮。你跟女朋友的关系好不好啊？好呀。怎么体现呢？我觉得平时就很好。不能觉得呀，你是怎么体现？比如说女朋友说你不买衣服，我心疼你，我给你买衣服，对吧？你看不了我，但是我想念你，我来看你，你是怎么体现？我体现在平时你每天都有打电话呀，然后打视频呀，或者每天都是固定了时间就会问他吃了吗，然后睡了吗？就这些啊。其实生活中就这些了。你能感觉或者叫感受到他对你好吗，姑娘？这个很重要。之前是能，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，但后来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就是觉得他对朋友比对我更好啊。我就希望他能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你是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了吗？是呀，我一直觉得是呀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男生自己觉得说女朋友最重要，但是女朋友并感觉不到，对吧？对的。行吧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一走上来愁眉苦脸的，就觉得曾经好像把你捧在手心的这个人消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你觉不觉得自己跟他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人，就是你已经变成了他的自己人？他经常会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是自己人，然后那是朋友，所以朋友的忙一定要帮。这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，在外人看来都是热心肠，然后呢有事儿不懂得拒绝。就像很多年前的有一个小品，你们估计都没有看过，就有事儿您说话。这个小品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就是无论什么事儿都自己一定要帮忙，只要是开了口的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都要去帮忙。买火车票买不上，他只要答应了人家，凌晨去排队也要给人家把这个票买上。但是你要明白的是，你的热心肠是否被别人认可？有一些朋友，可能你的热心肠换回来的是友情，但有一些你换回来的，可能最后就不是友情。所以就像你借的那个钱，借出去有没有还回来？没有，对吧？这个钱里面还有女朋友的钱，那你征得她的同意了吗？当时没有。所以这就是你做的不对的地方。热心肠，我们鼓励朋友有困难，我们伸一把手帮助一下，但是前提是否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。你不能苦了女朋友，甜了别人，明白吗？因为她是你的女朋友，因为你把她当做自己人，但正是因为是自己人，才应该更加的疼爱。她要的是你那份心能够放在她的身上，而一开始的时候你也的确在这么做，起点太高，一点一点往下滑落，就会让她有挫败感，她会觉得我在你心里越来越不重要了。但当然对于女孩来说呢，她就是这么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你跟她在一起之后，可能她不会说马上变成很会懂得拒绝别人，这不可能的，一下变不了。所以你要是能接受的话，就势必意味着你要陪她一起要吃这份你所谓的苦，在她看来可能是甜。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，那可能这个人就不适合你，所以也不必纠结，也不必非要争在他心里你跟朋友到底哪个重要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其实你男朋友啊，很多事情呢是做的的确是在帮助朋友，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，那边朋友的电动车出了问题，这些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明确的分辨，或者说他自己分辨不出来，你要帮他去分辨，因为有的时候是帮助朋友，有的时候呢其实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比如说那个朋友借钱，你有问过他，都是同学嘛，5000块钱做什么用？为什么这么快就花没了？然后又要借3000，而这3000呢，其中2000又不是你的，恰恰这不是你的2000，在于你的女朋友来说是非常急用的，那是正经的用处。但你不问到底原因是什么，你也不管女朋友这个钱是否有用，你借出去了，其实在满足你在维系这个朋友圈的一种虚荣心，其实这是一个自私，同时不把你放在第一位。就比如说当已经说好了要去你们家，而你的家长都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的时候，居然去和朋友打游戏，这是在帮助朋友吗？没有，完全不在乎你及你家人的感受，
就是不把你放在心里啊。朋友3缺1，让你去，你必须得去。此时，你的女朋友及她的父母也是3缺1，你选择哪边？所以种种迹象表明，其实你不够在乎这个女孩。如果真是把她放在心里，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人来说的话，你自然会把她和室外的朋友这个位置摆正的。所以说，好好审视你对她的感情吧。真的像你认为的那样说是最重要的吗？不是。当然，我们不排斥热心肠帮助，但是你要分清楚哪些是帮的真正的忙，哪些是既没有帮到别人，又伤害了自己。所以摆清楚这些关系，你就知道如何相处了。就这样。男生有一个误区，觉得说这女朋友嘛已经相爱了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们俩可以常相爱啊，可以总吃饭呀，可以总在一起啊。朋友嘛，今天张三叫我，明天李四叫我，不同的人，我得应酬。但你错就错在，朋友可以有很多啊，女朋友只有一个。如果你连朝朝暮暮都做不好，哪有长长久久？所以可能很多在恋爱中的不管是男孩也好，女孩也好，当心中有了足够安全感的时候，就比如说这个男生，他知道女孩很爱自己，所以其实他有安全感，他就会觉得我女朋友没关系，我回头再陪她，我先去为了要面子，先去讲义气，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。因为说实话，两个人只有心贴着心，把彼此当成最珍贵的宝贝，才能在你们这个恋爱的初期有这样的底蕴，支持你们以后去面对生活的平淡。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摆在一边当自家人了，那没有危机感，将来危机就真的来了。所以今天男生我要告诉你，女生已经受不了了，准备没这朝朝暮暮就别长长久久了。你能听明白吗？要有危机意识。而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觉得你很善良，其实你对她很包容，但是如果没有了底线，那就不叫包容，那叫纵容。所以当他有第一次做出这样，比如说全家人吃饭他就能接个电话撂筷子走人的事儿，第一次警告。第二次做出拿钱然后去办了别的事儿把你置之不顾，第二次严重警告，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你要把底线放清楚，他才知道怎么去做。如果你一味的降低自己的底线，那只能让他越来越觉得没关系呀，我安全很，我这女朋友无所谓，我怎么他都爱我，他都不走。那受委屈的是你，难受的是你自己，最后坚持不下去的还是你。所以给自己树立好底线，比如说和长辈吃饭一定要吃完再走，对不对？所以给女孩建议是列好底线，绝不突破，有再一再二，没再三再四。好吧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当你为了要满足朋友的3缺1的时候，你总要想到，总有一天你会面对家庭的时候1缺3的，明白吗？当女朋友已经举出了桩桩件件，在她和朋友之间，你选择了朋友而疏忽了她之后，当主持人再问你，你把你的女朋友放在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位置吗？你居然好意思说是的，我还是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。你怎么好意思呢？难道前面你女朋友举出的那桩桩件件都是假的吗？事实上就是在每一次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抗衡当中，你选择了朋友。说实在话，我们太多人的概念就会认为亲人是最好欺负的，留在家里的人是最好欺负的，在外面要堆着笑脸点头哈腰，在家里面好像可以颐指气使，还要打着你理所当然应该谅解我理解我的理由。那感情做你的亲人做你的老婆都是倒霉的，那你干脆跟他分手，你做他的朋友，不要做他的女朋友，那岂不是更好了？所以说这种人就是里外不分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别说其实我还很重视。
至于女生，我认为其他的事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唯独那件你父母跟他吃饭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。他没有把你和你的家人放在眼里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没结婚之前，这个准姑爷就这样，那结了婚之后，这姑爷还会把你放在眼里？所以把你的底线亮出来，不要再纵容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委屈吗？委屈啊，委屈。你看，就是你们再说他还是委屈的，这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啊。在很多人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，似乎好像有一部分人的就是这种条件反射一样的，因为亲近，所以可以忽视，是吧？你看他说的话是，他们要走了嘛，他们那是改不了的嘛，这边是可以改的嘛。在恋爱当中，请你记住一点，所有的情感都是这样的。你对别人的好，一定不是你说的，一定是你对面的那个人，你爱的那个人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人对我简直太好了。”后来其他人一听，这就叫对你好啊，你的要求太低了，但是他很满足。而你现在不是，就人家都说成这样了，你还我对他最好了。所以女生，好好想一想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男生也是一样的。行了，珍惜身边人吧。我觉得吧，谈恋爱到现在，你总是疑神疑鬼的，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你就总是还问我还爱不爱你。但是我如果不爱你的话，我之前也不会那样一直对你那么好。还有，我都能对我朋友那么好，我肯定也能对你好呀。你不要因为一些小的失误、小的错就否定我之前对你的所有好。啊，还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？我也知道你是因为你本性是善良的，所以你才会对你朋友就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你对我的承诺你做不到，我就不知道以后该拿什么信任你了。也不知道我们的恋爱该如何来进行下去。反正从我这岁数来说，刚才男生说了有几个误区啊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就是我能对朋友这么好，我还能对你坏了吗？在我看来，这都是误区。你别拿这个来说，你真对他好，你就让他感觉得到。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识到你的问题呢，老师都说你那么多了，我真替你着急。谢谢两位，来吧。下面我们要开开他们的这个记忆箱了，看看记忆箱里面到底封存了哪些记忆啊。来吧，去拿记忆去吧。啊，女生放的是一个靠枕是吧？旅行靠枕是吧？什么含义啊？因为本来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相互依靠的，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是他一直在依靠我，我依靠不上他，所以送这个就想告诉他，以后你就没有我依靠了，你就自己依靠自己吧。哟，你送的啥呀？啥记忆啊？那个是之前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有一次去吃火锅，然后当时就是比较幸运嘛。然后第多少名，然后就送了一堆小礼品。当时说了是，如果说以后有什么不可开交了，或者闹矛盾实在是不行了，就把这个拿出来，然后就相当于还是有的谈。哦，就免死金牌是那意思吧？啊，对。玩笑应验了，你得重视他呀。哎，回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害怕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肯定没想到啊。我忽略自己。
是。下一步咋整啊？其实刚刚送了个这个，说让我自己依靠自己的时候，就80%猜不来结果。所以呢？我还是要回来嘛，因为还是挺喜欢了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没了，然后现在啥都没了。所以，从这段话来说，这个女生今天这个决定，我觉得还挺正确的。如果她真的那么重要，大概这句话你会说出口的。我不能放，我回去要追她。你用的是真的完了。所以以后，当你再次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希望你能真心的好好去爱，好吗，小伙子？好，谢谢你，请回吧。啊。抱一抱，再好好觉悟不能消受。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总觉得我在他心里没有地位，总有比我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像他的女朋友。我觉得我们感情很好，他对我的付出也很多，我一直也在尽力的对他好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不重要。他和别的女生总是不清不楚，但他总有解释的理由，每次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我受够了这样的感情。他总觉得我对他不够用心，对我的误解也很深。其实他在我心里很重要，现在我也很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一对有男嘉宾小乔25岁，来自山西，私人电影院经理；女嘉宾小田24岁，来自山西，后期剪辑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同学是吧？对。啊，据说暗恋他是吗？是，我一直挺喜欢他的。哦，现在谈了多久了？我们现在谈了2年了。今儿为啥来呢？因为我总是发现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生纠缠不清，不在意我的感受，没有把我当成他的女朋友。哦，所以这点就让我特别的伤心。啊，没你说那么严重好吗？怎么就没我说那么严重了？你自己干那些事儿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干什么事儿了？就没多大事儿好吗？我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他心里一直喜欢一个女生啊，他就特别关注人家那个女生的各种动态，什么而女生喜欢什么呀，他就会去搜集什么，甚至有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还会去看到那个女生喜欢的东西，他就会去跟人家那个女生发很长一篇微信，那个女生也完全不搭理他，他还在那儿发，人家不搭理你发什么呀？我就把他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，把他当一个树洞，我没有想着让他回应我什么呀。生活中90%的时间和精力都在你这边啊，都在我这边。人家生日的时候，他花了2天2夜去给人家做了一个手工 DIY， 给人家送过去。那你对我怎么就没有这样呢？那阵儿不是正好喜欢玩那个东西吗？那你有这么多的心思给人家，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呢？你生日的时候我也给你花心思了好吗？好长时间给你准备的。你给我花的心思就是在网上你随便买个口红，你糊弄糊弄我就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有给我也手工做一个像对人家似的这么对我呀？那阵儿喜欢那个东西，过后觉得浪费精力浪费时间，我就没再玩了呀。你就是心里没有我，他也确实没有给过我足够的安全感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也不会去这样对他。还有啥呀？他偷偷去看他前女友，背着我，没有跟我说明情况，还是请假去的。我没有请假，主持人。那次我正好轮休有假期，然后我看他做手术，然后挺严重的，然后就回去看了一下。人家跟你说人家做手术，你就去了，你怎么那么关心人家呀？那朋友之间探病都不行吗？她是你前女朋友啊，你跟她之间还有什么要回忆要温存的吗？不是温存好吗？非得啊这么远的距离你去看人家。没多远，就3个小时就回去了。哎，3个小时来回6、7个小时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你也不知道你去陪陪我。那就那么一回，也没多大事，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呀。主持人，你不知道他的电脑里有一个相册，里面全是他和他前女友的照片，都没有舍得删。我那天
在他电脑里看那个文件的时候，我才偶然发现的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他这些比较隐秘的事情的呢？因为他那个相册不就是有好几个选项嘛，其中就是他有一个，不仅是相册呀，还有去看他的前女友啊，就是这些事儿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前女友那次是跟我说他回家看一个朋友我说去看朋友就去呗，我后来才知道是前女朋友，他所谓的朋友就是他的前女友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啊。普通朋友你留着人家照片还背着我不让我知道。那是我们之前旅游的照片，我没有说要怀念他还是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当时一起出去玩的回忆挺好的。不纠结这些了，姑娘，他对你好不好？他对我不好，我生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时间去陪我去医院，他跟他朋友出去了，他跟我说没有时间。那次是我朋友来北京玩，然后提前半个月都跟我说好让我去接一下，人家第一次过来，我肯定得去接待一下嘛。你得分得清什么轻什么重啊！我都病成那样了，你跟我说你去接朋友去啊？对，当时他病成什么样？他就扁桃体发炎嘛。不是，那次我接了一个活，我去给人家做一个片子去，4天，我熬了好几天好几夜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小姑娘在那儿剪了好几夜没合眼，最后那边客户不太满意，说不想给我钱，又上火，再加上之前感冒，我也没有好利索，一上火就扁桃体化脓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当时，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去医院看个病，我觉得这不过分吧。但是那次就是我提前也跟你说了，我朋友要来，是你跟我说了，那朋友就那么重要吗？那我安顿好他们之后，我回去不也照顾你了吗？你回来那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一个人在医院。我话说不出来，我找医生护士看病，我都是拿手机打字的，我拿手机打字跟人家交流。他在那儿去接朋友去了，等你回来，我一个人输完液，我都到家了，你才回来。这是特殊情况下是这种表现，对吧？常规情况下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好吗？日常生活中有一次我说我要喝水，他呢，他说他要玩游戏。我当时马上就玩完了，都决赛圈了，然后我说我迟几分钟给你到，后来不也给你到了吗？你到你是迟几分钟吗？你那局游戏玩了多久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你说我给你到了没？你现在就不是到不到的问题，你现在就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你心上，我在你心里就不是那种最重要的位置。当时你们怎么好上的呀？就是你一直在追他吗？当时我大学是在北京上的，然后他是在山西上的。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北京说要闯荡一下嘛，我当时知道就特别高兴，我说他终于来北京了，完了我就能，追求他了。我一直喜欢他，我想跟他在一起苦练着然后呢？然后他来北京之后，我就帮他嘛，帮他租房，帮他找工作。我朋友公司需要面试，我还去叫他，帮他解决这种难题。他有时候钱不够也会问我借，我也会给他。后来怎么就好上了呢？后来不是2个人都在北京嘛，然后就我对他也一直挺好的，他就接纳我了。你们俩在一起，他对你好吗？刚在一起的日子好吗？那个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他对我挺好的，各种嘘寒问暖。但是他对别的女生也很好。那我客户好吗？我做销售的很正常。行吧，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啊？情感上？情感上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伤害特别大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不是，你觉得他心里有你没你吗？我觉得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有他吗？有啊，你有我，你给人家去做那种事儿去。他上次我俩一块吃饭，还跟他朋友他去要别的女生微信去了。不是，你们俩在一起吃饭，他也。那次是我朋友，他觉得隔壁桌那个姑娘不错，但是他就是自己不敢去要，一直拿话激我，把我。他不敢去要，他就想让你去要啊！他觉得你是惯犯，你是老手呗。你是不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看姑娘，你就上去要人家微信去了？没有，他只是觉得我做销售的可能比他更外向嘛。他怎么不让我去要？我也是女生啊，我也可以过去要微信啊。那你多不合适？你就合适了吗？你是有女朋友啊，你当时你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你根本就不看重我，你心里就没有我。他就话赶话把我激过去了嘛。我后来不是也把微信给他了，我也没跟那个女生有。你不知道你怎么去要微信的呀？你去要微信的时候，你跟人家那姑娘，你俩在那都有眼神互动，都有眼神交流了。姑娘，你现在来干嘛呀？
我就是想看他能不能改。改啥呀？把他身上这些对异性的这种不拒绝改掉。哦，哎，你为什么跟他来啊？我其实。比特问卷。二位好啊。苦练了多年的男生终于追到手了，一开始肯定特别幸福吧？对。然后觉得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，一定要对他好，倾尽所有对他好。对。但是你的这种付出时间长了，一个是会给他造成负担，还有一个你自己也会开始觉得天平有点失衡了。因为在你的认知当中，就是你既然答应了我，就证明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付出你就开始要索取了。他做的事儿确实是有过分的地方，有很多过分的地方，但是一旦他有一丁点让你生气或者失望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把这个点无限放大，因为你会想到你苦练了这么多年，日日思念，夜夜想念，然后现在终于在一起了，我对你又这么好，怎么就换不来你的一丁点真心呢？一丁点的踏实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是感动到他了，但是那个和发自内心的爱是不同的。爱是自发的，但被感动它是被动。当你的全世界里只有他的时候，把它无限放大，你就完全失去了自我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，你追到了他，他到底是爱你还是被感动了？否则的话，你为了这样一个男生，把你的全世界就浓缩到了他一个人身上，然后失去了自我，失去了自己的全世界，你觉得值吗？对男生想说的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发自心底的只是被感动到了，面对一个苦练了你这么多年的女孩，请你善良一点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女孩有没有清醒的想一想，他对你的好其实同样也给了别人。他对你的好就如同他看望自己的前女友，就如同他在你生病的时候去接朋友一样，这是同样的。而这种爱其实不能称之为爱情，因为你非常喜欢，所以你做了很多帮助他的事。在他最难的时候，他到北京来，这是人生地不熟，然后你又帮他找房，然后找工作，甚至于借钱给他，他其实是应该是蛮感谢你的。正好那他作为感谢的一个回报，就是我们成为男女朋友吧。但实际上他既欺骗了自己，同时也是欺骗了你。居然你能够忍受说，当问你男朋友说你心思多少在女朋友身上，他回答是90%，那10%去哪儿？但是这90%不是精力，这是时间，但真正那10%其实是大于90%的，那是真心，那是心思，那是那种爱慕的感觉，就如同你一直暗恋他的感觉一样。只要那一片那个火花一被对方点亮，那会形成燃燃的大火，你是拦不住的，你是管不了的。你不是说在这说你给我，你不能这样那样，不能这样那样，那是挡不住的。所以说那是真爱，你现在真是没有得到他的真心的，这才能他
不顾你生病，不顾你劝阻，不顾你反对，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做的那些事情。你即使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他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无用，因为他人在心不在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能够在得不到对方的爱的时候，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吧，让自己这个尊严能够抬高一些。只有自己爱自己之后，才可能得到别人的爱，明白吗？否则他会视你的爱于无物。就这样。男生，你就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情，其实都是你自己在用所谓的爱来绑架自己。你觉得我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你觉得我那么多年一个这样好的女孩子默默地爱我，帮助我，我既然决定和她在一起了，无以回报。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的心啊？你无以回报，你给了她真爱吗？女朋友坐在旁边跟别的姑娘搭讪，你做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告诉了她你不爱她，你自己却不愿意承认。但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，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她就是残忍。你不可以去伤害一个爱你的人。你如果真的感动她这么多年为你的守候，你初来北京她给你的关怀，你可以以朋友的身份，你可以以同学的身份，你可以以各种朋友的情谊去关心她，而你的方式错了，你在伤害一个爱你的人，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囚笼，把自己困在了里面。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清醒一点，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如果真的觉得他帮助过你，要对他好，换一种方式相处，也许更好。而女生，我觉得你也不是没有机会和他真的相爱啊。他接受了你，你们在一起了。可是今天你看起来那么的咄咄逼人，难道因为曾经爱他，曾经默默守候，曾经帮助他，就可以如此颐指气使吗？相爱是两个人的事，你太咄咄逼人了。所以我觉得从最初你们可能心都有萌动的时候走在了一起，你也没有抓住机会，你也没有让他真正走进你的内心，真正爱上你。所以怎么说呢，就是不合适哈。不合适的两个人再去努力都没有用，因为不合适。不合适我们就彼此祝福，放过对方就是放过自己。希望你们都能找到真爱，谢谢。此无以为报，恰是以报，就是别报了。当你知道这个女生对你那么好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既然不能爱她，那就别答应了。但你偏偏又答应了。其实他刚才说反了，他说90%精力在你身上，其实90%的心力在别的人身上，只有10%在你身上。一个人在有了女性伴侣之后，还对别的女人充满想象，你说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多么大的辱没？我没有想跟那个女生在一起。那你想什么呢？你想干嘛？跟那个女生？就是一个树洞。就是一个树洞，树洞是掏出你真心话的，你的真心话给了一个树洞，却不能跟他说，那你说他算什么？而且我也不认为你对那个女生没有想象，你一定是有想象，只是按你的女朋友所说，人家不搭理你而已。你说你对一个树洞整天掏心掏肺，电脑里还埋藏着前女友的秘密世界，那你说你哪里有精力来对她吗？你何必跟她谈呢？你可以有自由的，你可以不谈恋爱，一心一意的对那个树洞，你也可以不谈恋爱，把你所有的世界都用来怀念你的前女友，都无可厚非。但你为什么偏偏要搭上一个他呢？知道自己可怜吧？就是因为自己很可怜、很自卑，所以声音就会大一点，以此来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。但那又是什么意义呢？难道就没有别的男人把你当树洞吗？我觉得一定会有的。对不对？你也应该相信，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树洞。
一心一意给你，又何必要死缠烂打？沾着他的，何必活得那么不受尊重？啊？该走就走。4个老师大概推理一致得出的结论是，男生并没有爱上女生，是吧？男生对女生的这份情感是一种所谓的报恩行为，你觉得是吗？你也觉得是啊？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你都觉得是了，姑娘，理智的想想你该怎么做吧。老师们分析的对吗，兄弟？不幸被他们言中了。所以今天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真相揭示的过程。我相信这个真相，姑娘以前也知道，只是不愿意面对。今天这个真相呢，被所有的老师一笔的给你描得非常清楚，立体的摆在你的面前，接不接受就是你的事儿了。我在想，可能我之前做的不是很好，可能我不是太懂爱情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我能尝试改一改，会怎么样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努力追随着你，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我们还是有差距的。我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太让我伤心，也太让我寒心了。这爱情就走。男生啊，为啥是把伞啊？因为他之前出了一次车祸啊，然后是下雨天，痊愈之后就对雨天比较介意，比较有阴影啊。在那段时间都是由我一直打着伞陪着他出去的。哦，那该还的也还了吧，对吧？女生的记忆是什么呀？因为她有点低血糖，所以呢，我就经常兜里会带一些糖。后来我们就在一块儿了嘛，然后我也就努力的去学着做一些甜点给她。这是我给她做的雪花酥。哦。这2份记忆拿出来，大家一看那分量是不一样的啊，自己体会吧。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，特别是男生，好吗？啊，分清楚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友情，好不好？在你心里你要分清这个。女生啊，爱这个东西真的勉强不来，一定要勉强，受罪的当然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谢谢2位的分享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。来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有话对他说吗？算了吧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呢，没有爱上一个人不是错误，错误的是没有爱上你，非要骗自己说我爱上了。你要没有爱他，就跟他好好的说再见，好吗？祝你幸福，请回吧，谢谢。各自珍重吧，找到属于你们的爱。希望你们都能幸运的遇上一个爱你且你爱的。有网友提问说，
我和老公结婚2年了，这2年呢，婆婆几乎1周就要来家里好几次，每次都挑我的不是，要么说我卫生做的不行，要么说我做饭的不好，找个理由就要批评我，老公也不替我说句话。我每天白天呢都要上班，真的是没有时间做这些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对于婆婆的批评呢，一定不要找任何的理由去解释，虚心接受，态度诚恳，表示呢要向婆婆多学习。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呢，约婆婆单独2人世界，时间久了，相信婆婆自然一定会理解你工作的难处以及你生活习惯的方式。祝你好运，谢谢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